首先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，你现在可能是在 Rumble 上看到这支影片的，因为我也会同时把我的影片上传到 YouTube 跟 Rumble。但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，就是 Rumble 这家市值30亿美元的公司呢，刚刚宣布他们要在自己的平台钱包中整合比特币的闪电网络，这是超级重磅的消息。Rumble 呢，这间是一个拥有超过8000万用户的平台，它就跟 YouTube 很像哦，就像这样子，它的界面跟 YouTube 非常像，就是创作者可以自己上传影片。那他们就是刚刚宣布，他们要在自己的平台钱包中整合比特币的闪电网络。Rumble 即将向所有的用户正式宣布，他们要在钱包中整合比特币的闪电网络，这是很厉害的进展。然后也恭喜 Rumble。那大家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你平常会在 Rumble 上看影片吗？还是说你还是只用 YouTube 而已？留言让我知道。我知道在 Rumble 上面可以更自由的讨论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。有些在 YouTube 上是不太能讲的，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个平台呢？大家也可以去用用看，如果没用过的话。接下来是我们那个标题有说到，就是 Michael Saylor 他表示说，比特币的熊市不会再来了。那我们先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。And at what point do we see, winter coming again? Because that's been a permanent fixture of this asset class, right? It's gone from 0 or 1,000 to 20, and then back down to. 主持人是先问他说：“你认为比特币的熊市，比特币的 winter， 比特币的熊市什么时候会来？” 然后 Michael Saylor 就直接回说：“熊市是不会再来了。”然后他还说，比特币即将涨到100万美元。那这件事情，其实很多人会把 Michael Saylor 当作是比特币的 OG， 就是元老。但其实我不是这么认为，他其实很晚才进场的。我也不觉得他真正理解比特币的基本精神啊。然后还有另外一篇报道，时间也很相近，他是说他会永远排在比特币的高点。我认为他是比较懂得去操纵传统金融的市场的操作逻辑啊，用大量的负债来买比特币。但对我来说，那不是比特币本来的用途。你们应该知道，比特币讲的是不是你的私钥就不是你的币，就是 not your key, not your coin。我其实也认为它对市场带来大量的资金流动性还不错，但我要告诉你的是，请大家小心他在电视上说的这件事情可能会错。他说比特币从今天以后就再也不会有熊市了，永远不会有熊市。你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？他是在对所有人说，你们现在应该要疯狂的买比特币，因为比特币会在这次牛市中冲到100万美元一颗。但我不相信这个说法。我当然希望比特币今年可以涨到100万，但是我不认为会发生100万这个价格会发生在今年，而是可能会在4年到8年后。在我看来，我们今年年底左右会到达一个高点，应该会是在16万美元左右，就跟我之前说的一样。然后从那一刻起呢，会开始为期12个月的熊市。在这个4年周期中，不可能一路向上，市场一定会修正。为什么？因为总有人会想要获利了结，人性就是如此。我理解他的出发点啊，他认为现在的买盘压力会大于卖压，当然没有错。现在有超过60%的比特币都是由散户持有，其他才是矿工、企业、国家、退休基金或是机构投资人持有。但只要比特币价格涨到16万或20万美元，不管最终是多少，这些早期在500、3000甚至是1万美元的时候就买进来的散户，会想要获利了结的，他们会卖币，然后等价格下跌再买回来。那 Michael Saylor 的观点是，为什么会跌？机构和 ETF 的买盘会吃掉所有的抛售的数量啊，这就是他的主张。我也可以理解他说的啦，现在机构的买压确实很强大，可能会承担所有散户的抛压，可能真的会去承接散户的抛压。但是有个重点就是，即使是现货 ETF 呢，即使是 BlackRock 这样的机构，贝莱德过去几个月也都曾经卖出获利过，他们不会只买不卖，肯定也会在获利几百%的时候卖出。你们真的相信比特币现货 ETF 永远不会卖吗？他们当然还是会卖啊，然后用更便宜的价格再进场。他们也会参与制造熊市啊，散播恐慌啊，洗掉市场上的弱手，然后再捡便宜。他们不会持续用高价买币，反而会在牛市末端砸盘，引发50%的回调。我不认为会再有像之前的熊市一样有70% 的跌幅，熊市会有70% 的跌幅。
但50%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。下一次熊市也许会跌得再少一点，变成40%，这也让比特币波动性逐渐降低。但我相信熊市永远都会存在。3年连续牛市太不合理了，总会有人想要选择出场啊。现在光是价格涨到11万、12万，还没到12万，就已经有人开始在卖了。想象一下，当价格涨到16万的时候，有多少人会说这就是我的目标价，我要出场获利？连我都会在那时候部分的卖出比特币，因为我们知道总会有便宜的价格让我们再买回来。这也是我的观点，我会错吗？当然是有可能的，我也希望我是错的，希望比特币再也不会有熊市，希望这次牛市就能直接冲到100万美元。但这也是为什么你该好好规划你自己的投资组合。无论未来是否真的会有熊市，或是真的进入熊市，你的投资组合都应该要能够承受，就是发生 A 的时候做 A， 发生 B 的时候就要做 B。但是在以往牛市的时候，每次牛市都会有人说，接下来就不会再有熊市了，比特币再也不会有熊市了。这种话其实在每次牛市的快接近尾声的时候都会有人说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4小时图表吧。这个区间是我们之前画出来的，在上一部影片就已经有画出来了。那没想到就这么刚好在这个区间内震荡，虽然这个有突然间往下插了这样子一根针，那这是因为那一天马斯克跟川普演了一场吵架的戏嘛。那时候就直接插到下面去，但是很快它又收了回来，在这个区间里面。那现在已经突破这个区间，那现在比特币突破这个区间之后呢，又上来到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箱体把它改一下，把它改成一个压力区间。我先把这个磁铁关掉，然后我们把这一块区间呢改成一个这样子，画成这样子。好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把它颜色改成红色，这样子等于是一个主力的区间。我们比特币现在就是需要突破这个区间，最好是可以突破上涨到上面去，然后站稳在上面。那这样比特币呢就有机会让我们看到115000到12万美金。但是如果一直在这个区间或在下面没有突破的话，那就可能会继续走一个横盘的一个走势。如果走横盘的走势就不是我们想看到的，我们希望比特币可以涨到115000到12万，那这样就可以让全世界也看到，哇，原来比特币还可以涨到那样。在周线图上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一切正如我们之前说的发展。之前有跟你们说过，那根有长长的下影线的小实体 K 棒，这是一根非常看涨的蜡烛图。那这根 K 线就会引起一波新的上涨，而现在事情如预期的发生了。我们上周收了一根非常强势的看涨 K 棒，而这一周呢，看看这根 K 棒目前有多漂亮，有多强势。现在比特币价格大约是在11万左右，刚刚有到11万，对，11万多。我们距离收周线还有4天左右，如果它能以这个价格收盘的话，那这就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根周线收盘了。之前的历史收盘最高价是108000多。好，109000左右。那我们这一周如果可以收盘在11万的话，那就会刷新纪录。但我更希望它能收在112000美元左右，那样的话对下周的行情来说是非常的强劲的。如果真的这样，下周我们有可能就会看到一路冲到12万美元的比特币了。这仍然是我短期内的目标价位。很多人一直会问我说，琪琪，以太币还有山寨币的市场接下来会怎么样？不只是平常生活中的朋友，也会有很多观众朋友之前在影片底下有问过关于以太币还有山寨币。那讲到山寨币呢，其实也是要看以太币，因为目前大家还是认为以太币才是山寨币之王，以太币要开始涨了，所有山寨币才是会有机会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看几张图表。首先我们来看这一张，这是以太币生态系的活动状况图，也可以说是整体的使用的情况。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活跃数量，尤其是在4月之后5月6月到现在，这里的每一根都代表是一周。那这个可以看到目前的活跃地址数量明显比过去几个月都还要多。那大家是否还记得之前以太币在去年11、12月，应该具体说是12月初到12月中啊？
那时候有尝试要突破4千美元这个很强力的阻力，但是没有成功。那时候去年的12月，对这个图表来说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2025年之前。那我们就会看到那时候的活跃程度其实不高，没有比现在还要高。但是到了最近的4月和5月，还有现在呢，活动开始明显的回升。那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信号，代表整个以太坊生态系的活跃度正在上升。意思就是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使用以太坊，也可能是准备布局下一波的山寨币牛市。他们相信这一波行情即将来临，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讯号。另一个非常正面的讯号，就是我们看到这张以太币的清算地图，图上显示呢，一旦以太坊突破3000美元，将会有大量的空单被强制平仓。比方说，如果以太币现在涨到3000块这边，3000美元这边的话，那么就会引发大规模的清算。那这边的数据显示，如果涨到这边的话，就会有可能超过20亿美元的空单，20亿美元的空单会被清算。但如果以太币从现在这个价格是往下跌的话，最多也只会有4亿美元，400 million， 4亿美元的空单会被清算。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清算压力主要集中在空单的这一侧。请大家一定要理解这张图表的重要意义。这个区间大概是2800到3000美元，从现在2800多美金嘛，到3000多美元一点。一旦以太币开始往这边走的话，就会有空单的金额会被爆仓，进一步推升价格往上冲。所以我认为以太币回到3000美元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。大家清楚，这边是 million， 这边都是3亿、2亿、4亿，这边是2 billion， 是20亿、40亿美元。这边本身的那个单位是不同的，大家一定要理解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怎么看今天的新闻呢？图表呢？